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童年阴影？我听过一个邪性的事儿，是我们单位的一位老大哥孙达胖讲述的。听完后，我着实做了几天怪梦。此人最爱讲各种故事，在知乎上还有他出的几个专栏，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搜来看看。他名字里的那个胖字，很少人能念得对，大家都叫他孙大胖。人如其名，又高又壮，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事情发生在80年代初，孙哥家住在一个有死人的平房里，在那儿遇到了个诡异的老太太。那2年里的经历让他一想起来就心里发颤。他到底也没说透事情是真是假，你全当一个故事听吧。孙大胖老家是胶东第一批开埠的沿海城市之一。1981年，孙大胖6岁，还没上学，全家搬到了一个大杂院里住。那个院子坐落在市中心的老城区里，是成片的胡同四合院。据说以前住的都是有钱的大户人家，解放后成了群居的大杂院。每个院子前依稀可见当年富贵人家的影子，有门当、拴马石。孙大胖的童年阴影就发生在那里面。那时孙大胖和父母、爷爷一起住在南向屋子里，院子里有2大让人躲着走的恶人，一个是住在东面屋子里的老李，此人60多岁，皮肤黝黑，一身腱子肉，据说解放前是在码头做苦力扛大包的，有2儿子跟着他一起过。老李是个粗人，脾气暴躁，能张口骂街半小时不带重样的，每次打儿子都能动菜刀的那种，谁家都不敢去拉架，生怕被误伤。他跟每户邻居都吵过架，大家都对他既厌恶又惧怕，平时都躲他远远的。还有个人是住在孙大胖家对面北屋里的黄老太太，谁也不知道她真实的年龄，看起来70岁左右的样子，是个寡居女人。据说解放前做过妓女。这个老太太和普通的老太婆不一样，捯饬得很精致，裹着小脚，常年穿旧社会的那种斜襟袄，一头银发总是擦着发油，梳得很整齐，手腕子上各戴一只金镯子。老太太还会抽烟，一天能抽半包。孙大胖听他妈妈传过闲话，说这老太太可能不是一般的姚姐，弄不好是在当年的租界区里做过高档妓女的，要不能趁这么大的金镯子，那烟卷多贵啊。黄老太太很丧，跟院里的人几乎不说话，碍着她曾经的身份，也很少有人主动跟她接近，但是孙大胖除外。大胖从小就胖，从小就馋，属于吃啥啥没够的那种孩子。最大的爱好就是在邻居家做饭的时候，端着碗去别人家门槛上坐着等吃的。为此，大胖的父母没少揍他。大胖最喜欢去黄奶奶家，因为他家锅里总飘出肉香。在那个猪肉要凭票供应的年代，肉香太惹人馋了，但黄奶奶一次也没给过他，每回都和蔼地冲他摆手：“孩子，回家吧，回家吧啊！”虽然孩子这么做没规矩，但是大胖的妈却因此膈应黄奶奶了，认为这个老太太心狠，连口吃的都舍不得给孩子，活该是个孤老棒子。那年初夏的一天夜里，家家都熄灯睡觉了，老李家却传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：“哎呦，我操他大爷的，疼死我了！他娘的又痒了，快给我使劲挠挠呀！”那带着咒骂的呻吟声在半夜里震得人肝颤，闹得整个院子的人都睡不着了，纷纷跑到他家看个究竟。原来是老李白天去海里帮人网海蜇，被海蜇给蛰了。渤海湾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海蜇，每当海上风大或者海水被污染变脏时，就会有大批海蜇密密麻麻地出现在海滩边的浅水域里。公家为了保护在海里游泳的市民，就会雇人驾着船拉网，把浅水区的海蜇拉回深海里去。那天赶巧风大，老李仗着自己有膀子力气不听劝，非要站在船头拉网，没想到一个浪打过来，掉水里去了。本来还没什么，水里的海蜇撑死也就巴掌大，被蛰了后就是皮肤红肿发痒。
老李身上到处都被蛰了，但他没当回事儿。可是回家后越来越严重，到了半夜浑身浮肿，又疼又痒，连肿的五官都被挤变形了。那种滋味就像被上千只蜜蜂蛰了似的痛苦，内脏和骨头都跟着难受。饶是老李身子骨再壮实，折腾一会儿也快没气儿了。就当老李儿子准备把奄奄一息的他抬到3轮车上，拉到医院急救的时候，黄老太太从人群里钻了出来，手里端着一个钵子，里面是一些有点浑浊的水。这是她第一回当着众人的面说话。我看拉医院抢救来不及了，如果你们信我老婆子，就让我试试。说着，就从衣襟里掏出一块白帕子，蘸着钵里的水往老李脸上擦。老李俩儿子也不是善茬，平时很瞧不起黄老太太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刚想开口说滚蛋，没想到老李嘴里的呻吟声明显变小了。在黄太太一次次的擦拭下，老李浑身的红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，不到1刻钟竟不喊了，睡着了。老李的2儿子激动的差点跪地磕头谢黄老太太。邻居们看着没事儿也就散了，大家都纷纷议论黄老太太到底给老李擦的什么药水，咋那么神奇呢？有人小声嘀咕说，弄不好是他当年在窑子里接触的人多，得到的什么江湖秘方。看来黄老太太心挺善的，被老李头欺负过还救他。这话说完，众人默认，回家接着睡。孙大胖也在人堆里，只有他知道黄奶奶端着的那碗水是他家屋后水井里的水，因为那碗水里飘着淡淡的腐臭味，就跟那口井水里的气味一模一样。黄奶奶身上也总有那股子怪味儿，之前他妈说过那是老人味儿，是老人家常年不爱洗澡造成的。孙大胖知道并不是，那个井水很神奇，能治病，曾经救过他的小花猫，但是孙大胖没告诉过任何人，这是他和黄奶奶之间的秘密。半个月前，孙大胖发现了那个秘密，当时嘴馋的他被黄奶奶家屋后的无花果吸引，准备去摘几个吃。由于个子太小够不着，就踩着个树下的一个台阶，那个台阶也不知道是啥，上面盖了个木板子。孙大胖刚踩上去就感到脚下不稳，是那木板子动了一下，吓得他差点摔地上，蹲地上观瞧。木板子下面是个圆口水井，木板和井口之间有个很粗的铁链子，此时那条铁链子正嘎啦啦的在往井里拖动呢。井里散发出一股腐臭味，和黄奶奶身上的那个味儿一样，甚至更浓郁。孙大胖就是再傻也知道井里有东西，他从小怕狗，猛地想到这下面是不是关了只恶犬，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这一哭不要紧，窗户开了，黄奶奶探头出来，被发现了。但黄奶奶没有责怪孙大胖，反而帮他摘了几个熟透了的流着蜜的果子，嘱咐他今天看到的事情不要往外说，否则奶奶就告诉大家你来我这儿偷东西了。孙大胖红着脸走了，这个秘密他确实没传出去。没过多久，他就知道了那个井下面是什么，只是那时他还不知道，他看到的只是表象。因为父母是双职工，爷爷在街道办事处有份临时工作，又没有幼儿园可上，孙大胖有时会被锁在家里。有天孙大胖家散养的小花猫从窗户跳进屋子里回家了，可是那猫一直往他小腿上蹭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孙大胖把猫抱起来才发现花猫的肚子烂了一个洞，上面还有白色的蛆虫在蠕动。大胖吓得一声尖叫，全院静悄悄的，所有人都出去上班了。这声尖锐的喊声把黄老太太给吸引了过来。老太太得知情况后，回家端了一钵子水来，隔着窗户拿着纱布给猫清理烂肉。还别说，那猫特别听话，乖乖地躺在窗台上一动不动。小猫的伤口在第2天就愈合了，这让孙大胖觉得黄奶奶很神奇，问过她这是什么水。老太太说，就是我家后屋井里的水，哪天吓到你了吧？井里没有东西，铁链子就是拴着一个水桶而已，看把你害怕的。
但是你别告诉其他人奶奶家里有井水，否则大家就都到我家来打水了。孙大胖觉得黄奶奶人很好，但是真抠门啊，家里藏着口井都不告诉别人，院子里的人都是跑很远去胡同里的公用井里打水。所以那天晚上老李犯病时，黄奶奶给他擦拭用的水，孙大胖知道是什么，他还曾为了自己知道这个秘密而洋洋自得。大人们猜想的都是错的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就我知道。没想到转过年去，孙大胖才算真正的知道了那口井里的秘密。每当想到这里，孙大胖都后悔自己干嘛那么馋，那么调皮，非要没事去招惹怪东西，害得自己童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。1982年，老城区改造，政府要把这些四合院改成历史保护建筑，大杂院里的居民都要搬走，唯独黄老太太意志坚定，就是不搬，坐实了要当钉子户。因为她掏出了南屋的房契，说当年这屋子是她花钱买下来的，加上她也没有单位，没有工会干部给她做思想工作，所有人都搬走了，她独自居住在院里。公家见她是个孤老太太，一直没拿她怎么样，把她住的那户搁置了，先改造其他四合院。那时的孙大胖已经上了小学，搬到了附近的楼房里住。一天中午放学，孙大胖看到无数人围在十字路口的公共大垃圾箱前，他也好奇凑上去瞧热闹。这一瞧不要紧，感情是一个赤身裸体的死婴正躺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，周围人都揣着手直嘬牙花子，纷纷指责是哪家父母缺了德了，孩子不要了还给扔垃圾堆里了。瞧着是个女娃娃，难道是重男轻女，见生了女娃就给掐死扔了？真不是东西啊！就在有人喊报警了，警察快来了的时候，人堆里走出一个小脚老太太，用一块包袱皮把那死婴给包了起来，转身就走。孙大胖一眼认出来了，那不是黄奶奶吗？瞧热闹的百姓立马有张嘴问的，老太太，这是你家干的绝户事儿？黄老太太瞪了那人一眼，我呸！老太太我信佛心善，是要帮忙把这孩子给埋了。造孽啊！要不你拿走，你去给埋了。周围人赶紧往后躲，生怕老太太把怀里的死孩子推自己身上。就这样，黄老太太把死婴给带走了，围观人群很快就散了。这是孙大胖第一次看到尸体，挺害怕的，但仗着人多，又是大中午头的，没感到怎么着。可是黄奶奶的再次出现，让他想起了那些流着蜜的无花果。下午课间休息，孙大胖召集了2个同班男同学，吹了一通胡天乱地，说自己知道哪里有好吃的无花果，还不花钱，谁敢跟他去？那俩小子本来就调皮，当时心里的馋虫就被勾起来了。3人定下放学后不回家，跟着孙大胖去偷无花果吃。4点多放学后，3个坏小子悄悄地进了四合院。孙大胖站在北屋前，假模假式地喊了几声：“黄奶奶，黄奶奶，您在家吗？”没人回应，估计是出去买菜了。3个坏小子顿时兴奋起来，跟着孙大胖绕到屋后摘果子吃，吃得满嘴满手都是黏糊糊的蜜。孙大胖一挥手，指着树底下说道：“看见这木板子了吗？下面有口井，你俩敢不敢把上面的木板子掀开，打点水洗洗手？”这有什么不敢的？那俩小子轻而易举的就把木板子搬走了，却发现井水很深，黑漆漆的，伸手根本够不着。孙大胖动了个心眼，撺掇俩同学拉那条铁链子，链子上拴着水桶呢，拎上来就有水了。有个小子直嘀咕，这井水咋臭烘烘的呢？别不是个臭水井吧？孙大胖踹了人家一脚说：“别废话，我见过这个水不但能喝，还能洗澡呢。”于是3人一起拉铁链子，却发现有些重。3小子学着大人拉网时喊号子，1、2、3，哗啦一声，有东西被拉了上来，特别大，根本不是什么水桶，
是一个圆柱形大铁笼子，难怪那么重呢。那笼子有1人多高，里面装着一堆白色的东西。仔细一瞧，孙大胖大喊一声：“妈妈呀，是骷髅架子，快扔了，扔了！”孙大胖听过3打白骨精的故事，很清楚的知道笼子里装的是什么，是一副人骨架。尤其是那个骷髅头上有2个黑漆漆的洞，正盯着他们呢。3个孩子赶紧撒手，仓皇逃离。当天晚上，孙大胖没吃饭就上床躺着了。家长一摸脑袋，这孩子是发烧了，赶紧找退烧药给喂进去了。没想到孩子一直说胡话，一会儿是黄奶奶，一会儿是井水里有骷髅的。大胖他妈听了个七七八八，感情是孩子去黄老太太那儿不知道做了什么，遇到了害怕的东西，受惊了。这个半辈子要强，在工厂里是3八红旗手的女人不干了，挽起袖子直奔黄老太太家去要个说法。大胖他爸拦都不敢拦，大胖他妈是急性子，连走家跑5分钟就到了黄老太太家门口。这老太太正端坐在饭桌上细嚼慢咽吃晚饭呢。大胖他妈清楚的看见那桌子上摆了碗白菜粉条炖猪肉。这老太太果然有钱，顿顿有肉吃。见大胖他妈呼哧带喘，满脸怒色的走进来，黄老太太就知道没好事儿，招呼他：“秀英，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这么着急？来，坐下来喝杯水，歇歇。”大胖他妈郭秀英把腰一插，拿出当年洪小兵的架势，指着老太太便道：“黄老太，你在家搞什么封建迷信，把我儿子给吓着了，在家发高烧说胡话呢，说你家有骷髅头，你今天要不给我说清楚，我就不走了，我去街道居委会举报你。”黄老太太一听就明白了，定是那孙大胖发现了藏在水井里的东西，事到如今不得不说清楚了，免得闹得满城风雨，破坏了他的计划。老太太放下筷子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秀英啊，你不知道，你现在站着的这个屋子是我以前的闺房，这个4合院打根儿起就是我家的。”郭秀英以为老太太要绕圈子，喷着唾沫激动地说：“你别说这些没用的，我管这房子是谁的，你说你家是不是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”老太太不慌不忙地承认道：“对，大胖是不是看到了我家井里有一副骷髅架子，吓坏了，这小子真淘气，非要跑这儿来弄个明白。”郭秀英也被老太太这番话惊到了，真有骷髅？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老太太接着说：“你别怕，那是我娘的尸骨，她是被人给害死的，我在这里守着她。”郭秀英才不信，张嘴就骂：“你这个封建余毒，谁家尸骨不进坟地，却泡井水里？你骗人也得编个像样的理由。”黄老太太没有理会，坐在凳子上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她的身世，揭开了一段往事。那是30年代的事儿，他娘是给黄老爷做外房的，黄老爷就是这个4合院的家主，也是黄老太太的亲爹，当年是开出口花边商行的，发了财，在外地娶了他娘，生了他。黄老太太的闺名叫红锦，一直到她16岁的时候，娘俩才被接回来，算是正式进了黄家的门。娘俩都以为好日子来了，可是不成想黄家大老婆不是个善茬，她压根儿不知道丈夫在外面养了个外房，一养还就是10几年，她一直被蒙在鼓里。于是每当黄老爷出远门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娘俩受罪的时候，不给吃的饿肚子，冰天雪地在院子里洗衣服，稍不如意就被捅炉子的火棍子打，敢顶嘴就扇耳刮子，大娘还把他娘耳朵上的金耳环扯下来，耳垂都扯撕裂了。娘俩委于人下，不敢反抗，更不敢跟黄老爷讲，因为那会换来大娘更恶毒的报复。而黄老爷是靠着老丈人家的一路扶持才起来的，对这个生不出孩子的大老婆是卑躬屈膝，不敢顶撞的。眼瞅着红锦年纪大了，到了要嫁人的岁数，瞒不住了，才硬着头皮把这娘俩接到了正宅。
红锦娘本以为熬到红锦出嫁了，苟延残喘的日子就能熬到头了，大不了闺女出嫁后她回老家自己过。没想到1938年2月，日本鬼子打进来了，全城沦陷。日本人占领了皇家在海边殖民区的商行，做宪兵队驻点，搜刮走了不少值钱的东西。皇家很快就败落了。更让全家人担忧的是，黄老爷有个拜把子兄弟叫徐半仙，是在二马路路口摆摊给人算命的先生，实际上还有个身份是地下共产党员，以给人算命为掩护，传递情报，做抗日宣传。日本宪兵队知道后，迅速将其逮捕，并砍下头颅放进鸟笼子里，在城中心的戏台子上展示了半个月。日军以各种方式抓捕抗日分子和爱国人士，抓到人后不论男女，皆砍掉头颅，泡在药水瓶子里，摆在城中心的一家饭店里示众，让老百姓排队观瞧，以起到警示作用。人心惶惶，黄老爷生怕自己被徐半仙牵连，决定全家搬走，逃到香港。不成想，大老婆坚决不让黄老爷给红锦和他娘买船票，不让他们也跟着走。黄老爷最终妥协了。就在黄老爷和大老婆卷着全家细软上船离开的第2天，宪兵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说红锦的娘是徐半仙的姘头，两人一直往来密切，极有可能也是地下党员。就这样，红锦的娘被稀里呼噜的绑在树上捅死了，又被砍掉了脑袋。黄家宅子也被日本人没收了。为了能让人把娘亲的尸体给偷回来，把头和身子缝起来，落个全尸下葬。一无所有，甚至是连家都没有了的红锦，自己进了东太平街，一个在充斥着洋房的租界区里，只有99米长，却有22家挂牌妓院的妓院一条街，成了一名为洋人服务的高级妖精。很快，他就因长相美艳，气质高雅，赚到了替母亲收尸的钱，使了重金找齐了娘亲的尸首，又找了个犹太籍皮匠，把头和身子缝了起来，寻了个墓穴下葬了。从此，他就在这个世上无依无靠，吃住都在妓院里。兴许是黄老爷还有一丝善心，在香港住了10年后，在临死前想起了他闺女，辗转打听到了红锦的下落，托人给他去了封信，还烧了一对金镯子和一块金表，以表愧疚。信里寥寥几行字，却有一个关键的信息：黄家老宅子的北屋后有一口封起来的水井，当年买这座4合院的时候，是徐半仙给选的宝地，因为那口井的位置正好通着地下的一个海眼。据说海眼是龙王爷喘气的气眼，这井里的水有通天的奇效，不但能治愈普通外伤，甚至能使枯骨生机，有化腐朽为神奇，起死回生的作用。怕传扬出去被歹人利用，一直封着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。红锦看完后就把信烧了，去当铺当了那块金表，给自己赎了身。当他回到黄家宅子的时候，已是物是人非，马上就要解放了。宅子成了大杂院，里面住了好多户人家，那口井还在，还被封着，没人动过。他用剩下的钱把北屋给买了下来，又栽了棵巨大的无花果树做遮挡，开始实施他的计划。他把母亲的尸骸挖了出来，定做了个1人高的铁笼子，将尸骨装了进去，沉到井底。他想用这个方法让娘亲复活。从此，他在这个屋子里守了30多年，但并没有成功。那副尸骨没有任何变化。黄老太太说到这里，点燃了一根烟卷，香烟缭绕中，依稀还有她当年在洋楼里的风范。郭秀英听到这里，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是啊，旧社会的压迫是所有老百姓都经历过的，只不过黄老太太的身世太惨了，顿时为自己刚才的冲动感到羞赧。回家后，郭秀英就把黄老太太的经历转述给了丈夫和公公，没想到公公是压根儿不信，一阵摇头。秀英啊，我说你也是共产党员，无神论者，你怎么能相信这些故事呢？这不就是破四旧里被消灭掉了的东西吗？什么龙王、海眼，要是那口井水有用，上交给国家，这世界上就没人生病，没人死了。大胖他妈刚还沉浸在刚才的悲愤中，
倏地被公公给点醒了，就是刚才怎么脑子迷糊了，就信了黄老太编造的谎话了。第二天，孙大胖退烧醒了，赌咒发誓说昨天下午看到的就是一副骷髅架子，但家长们都说他是看错了，兴许是什么猫啊狗啊的尸骸，不然黄老太太也没什么收入，哪来的本事天天吃肉？兴许是抓了些野猫野狗吃了，把骨头扔进了井里。但孙大胖觉得自己没看错，如果黄奶奶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么那口井的水就是治好了李爷爷和他的小花猫。兴许黄奶奶家怎么总有吃不完的肉也有解释了，把一块肉扔进去就能不断的长出新的呀。从此后，孙大胖就惦记上这个事儿了，但他不敢再去黄奶奶家探险了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可是没出半个月，他就主动又走进了黄老太太家。一天早上，孙大胖迷迷糊糊进了厕所，准备大号。一低头，嚯，这是谁上厕所大号完没冲呢？当年的楼房已经有了陶瓷蹲坑，一坨粪便正躺在里面，四周还有鲜血。孙大胖这个气呀！老师和家长都教育自己要讲卫生，及时冲厕所，大人自己却不照着做，这是谁干的？他终于逮着了教育家长的机会，去敲爸妈的门。爸妈说不知道啊，我们还没起床呢。难道是你爷爷？没想到还真就是爷爷。老爷子已经昏迷在床上，说不了话了。大胖他爸一看不好，咱爸可能是脑血栓了，刚才蹲坑里的那些血可能就是爸排出来的，兴许是觉得不舒服，赶紧回屋躺着了，没来得及冲厕所。那个年代，小城市里还没有出租车，家里也没有电话叫120急救。大胖爸赶紧招呼了几个邻居搭把手，把老爷子抬下楼，又找了个在单位开面包车当司机的哥们儿，把老爷子送到了医院抢救。那天早上的场景，孙大胖一直记到现在。7点正是人们上班的时间，来往的公交车和公家车不少，遇到了红灯，所有车都停下了。大胖他爸跳下车，跑到前面的车前，一辆辆的敲车窗求人家，请让出一条道吧，我家老爷子快不行了。20多分钟后，终于赶到了医院。万幸的是，因为抢救及时，人还能活着，但是一直昏迷。医生说，有可能是老爷子太胖了，长期血压高，导致脑干出血，让家属做好料理后事的准备。大胖他爸又是托人又是送礼，找遍了专家，中医西医都试遍了，大胖的爷爷就是醒不过来。全家人每天都生活在悲痛中，连嫁到外地的大胖姑姑都赶回来了，等着老爷子万一不行了，还能见上最后一面。大胖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想到了一个人，黄奶奶。他家的井水治好了李爷爷，治好了小花猫，兴许也能治好爷爷。那天晚上，大胖背着父母，拎着个军用水壶，敲响了黄奶奶家的门，但是屋里许久没人开门。大胖把耳朵凑门上听动静，隐约听到屋里有脚步声，还有像小孩子哭泣的声音，低低的，听不真切。继续砸门，门开了，黄奶奶果然在家。黄奶奶没让大胖进门，转身把屋门给关了，就站在院里问：小子，你来做什么？孙大胖饶是胆子大，也对老太太有所忌惮了，但为了爷爷豁出去了，把水壶往前一递，求道：奶奶，我爷爷在医院里快不行了，医生说是脑干出血，您给我些您家的井水吧。黄奶奶断然摇头：不行，你爷爷是脑出血，不是外伤，这水不能喝，以前就是擦拭过人身子，喝了后怎么样我也不知道。大胖都快哭了，哀求道：黄奶奶，您行行好，就让我试试吧，医生都说没救了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我离不开我爷爷啊。话说到这儿，大胖把自己都感动了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黄老太太叹了口气说：你站在这儿别走动，哪儿也别去，等着我。说完接过水壶，绕到了屋后。
别说黄老太太不让他随便走动，就是让他动，他也不敢跟着过去。那副骷髅架子太瘆人了，好多次做梦时，大胖都梦到过那个骷髅活了，追着他跑。漆黑的院子里，大胖竖着耳朵听，屋后有木板子挪开的声音，还有扑通一声，他都不敢往下想。黄老太太拎着水壶回来了，递给他道：千万别传出去是我给你的水，切记，否则井里的东西就会去你家找你。孙大胖一把夺过水壶，后面的话压根儿不敢听进去，撒腿就跑。接下来的3天，一向不缺心眼的大胖在放学后主动到医院病房接替父母照顾爷爷，让父母先回家做饭吃。父母被大胖的懂事给感动坏了，连称孩子没白养，长大了。父母前脚走，大胖就把病房门关上，掏出棉花，蘸着壶里的水一点点滴到爷爷的嘴里。第4天下午，孙大胖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，班主任敲门进来，把他从座位上叫到办公室。原来是大胖妈来了，要接大胖赶紧去医院，说是他爷爷醒了，家里人怕老人是回光返照，赶紧带孙子去见爷爷最后一面。公交车上，大胖妈止不住的抹眼泪，一遍遍嘱咐等会儿见到爷爷了，该说什么话，不该说什么。有可能的话，问问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不是就给咱家了，没你小姑的事儿。到医院后，病房里围满了亲友，连大胖的姥姥姥爷都来了。大胖被送到了病床前，所有人都在低声的啜泣，强忍着悲痛又不敢流露，生怕老爷子情绪激动立马就走了。只有大胖觉得爷爷没事了。老爷子双眼放光，就是说话比较虚。大胖妈一直在捅大胖的屁股，暗示他说话。大胖扭扭捏捏说不出来，猛地抱住爷爷亲了一口。在场所有人见到这一幕，都以为是孩子太伤心了，真情流露，所有人都止不住放声哭了出来。只见孙老爷子抬了抬手臂，有气无力地说：你们哭什么哭？我好着呢，快点给我弄碗羊杂汤喝，饿死我了。哎，要俩芝麻烧饼啊。至此，孙大胖坚信黄奶奶家的井水就是神水，但他一直没把他的功劳讲出来，怕家长不信，招呼他大耳刮子。时间到了1987年，大胖上6年级了，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。百货大楼里有了进口录像机。那是个周末，孙大胖高高兴兴地陪着父母去喜提录像机，准备第2天上学的时候好好在同学面前炫耀。百货大楼里人头攒动，再也不用凭票购物了，老百姓兜里有钱了，每个柜台前都挤满了人。大胖父母正在挑选款式，他闲着无聊就来回溜达。在卖洋娃娃的柜台前，大胖发现了一个身影，一个裹着小脚、盘着银发、穿着一身黑的老奶奶，正领着一个4、5岁大的女孩在挑选娃娃。大胖赶忙挤过去，老太太已经付完钱，带着小女孩走了。他转身的时候，孙大胖眼尖的发现，那就是黄奶奶。没错，她的衣服没变，容貌也没变。她领着的小女孩是谁？她不是孤老棒子、无儿无女的吗？孙大胖仿似想到了什么，心里一阵狂跳，止住了脚步，没敢继续跟过去。如果黄奶奶家的井水真的有奇效，那么按时间算的话，她手里拎着的小女孩就是当年从垃圾箱里抱回的死婴。故事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孙哥弹了弹烟灰，盯着我还没听够呢，赶忙问：那后来呢？后来你又遇到过他们吗？孙哥摇了摇头，没有，听说他后来也搬走了，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去年5一回老家的时候，发现了个怪事儿。我忙让他继续说下去。我小时候住过的那片4合院变成了仿古步行街。你猜我住过的屋子现在变成什么了？你肯定想不到，奶酪店，还是老式手工奶酪呢。我说，我要听的不是这个，你接着说。
孙哥饶有兴趣地压低嗓门，神神秘秘地说，街口有个历史展示厅，我进去看了，里面挂着很多城市老照片的复印版。你猜我看到什么了？我着急打断他的吊胃口，别废话，赶紧的。就在这时，孙哥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亮了，上面弹出一条微信提醒，是一个备注叫天才主编小静香的人发来的消息，说孙胖子专栏要上新了，赶紧交稿。孙哥看了一眼手机，发去一条语音，快了快了，我刚找了个读者在听故事呢，改个结尾就能完事儿了。我一脸懵逼地看着孙哥，脑子回想他刚刚讲的种种，一时间也分不清那事儿到底是真是假了。我问孙哥，孙哥，您拿我当工具人呢？孙哥却悠悠地说，你刚不是问我看到什么吗？我看到了一张租界区妓院的照片，有几个女人站在2楼露台上招揽生意，里面有个女人长得跟黄奶奶很像，都是眉心有颗痣。听完这些，我陷入了沉思。